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对女人来说，非常希望自己遇到的是一个有道德品质的好男人。其实人的一些内心的想法，并不会那么直接透露给你。说着爱你深情款款的人，也完全可以摇身一变，变成三心二意的花花公子。今天跟大家讲讲什么样的面相是好男人，什么样的面相是坏男人。首先介绍几个经常花言巧语、爱撒谎的男人面相，希望给大家一个参考。一、眉毛薄而短，长而浓密的眉毛通常被认为与强烈的欲望和深情的个性相关联。这样的人可能对待男女感情非常专一和真诚，表现出直率和坦诚的特点。他们很少使用虚伪或欺骗的言辞来讨好他人，而更倾向于用真诚和深情来打动别人。相反，短而稀疏的眉毛则被认为与内心机智、防范性强、善于哄人的个性特征相关联。这样的人可能心思缜密，善于利用小聪明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他们可能在与人交往时更倾向于使用花言巧语，而不是直接表达真实想法，以此来获得他人的认同和喜爱。尤其对于婚姻中的女性来说，需要注意丈夫的言语是否真诚。那些眉毛短而稀疏的男生可能会倾向于使用花言巧语来哄骗女性，而不是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情。因此，要保持警惕，多加观察和了解，以免受到感情上的伤害。二、奸门有痣或乱纹。奸门即太阳穴处，也就是男人的妻妾宫。这个地方如果有痣的话，主一个男人的情欲极多，他可以同时对几个女生说出同样的情话和誓言。奸门有痣的男人，花言巧语是一种习惯，而且他们从来不为花言巧语导致的后果买单。倒霉的只有被他们骗过的女生。另外，奸门处若是鱼尾纹交错或者有乱纹的男人，对待感情特别随便，很喜欢用一些花言巧语来诱惑女性，将其骗到手后，很快又会令你心欢。女人们遇到这类男人时一定要谨慎，不要被其三寸不烂之舌诱惑上当。三、面大嘴小。男人面大嘴小、嘴唇薄的特征，通常表现出他们善于巧言令色，而且喜欢斤斤计较。然而，他们却能以某种方式哄得女人认为他们是正确的。男人的花言巧语就像女人情感上的麻醉剂，特别是当一个男人在外面做了不好的事情时，他会利用花言巧语和讨好来获得另一半心灵上的平衡。然而，即使他们在善于欺骗和讨好，事实上总有一天他们的伎俩会被识破。四、两腮无肉。腮骨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意志和信用。如果男人的两腮长得尖瘦无肉的话，这种男人大多意志力非常的差，吃不了一点苦，做事缺乏坚持和耐心，而且遇事总是犹豫不决，行动力非常的差。在为人处事方面缺乏信用和担当，没有责任心，非常的不靠谱，家庭责任感淡薄，一生困顿。眉毛散淡。眉毛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和性格脾气。如果男人的眉毛长得散乱而稀疏浅淡的话，这种男人大多看上去性格非常的冷漠，而且性格急躁，脾气非常的不稳定，做事容易冲动，动不动就容易发怒，人际关系非常的糟糕，而且对待感情方面缺乏耐心和专一，容易变心，婚姻容易起波折。六、山根低陷。山根位于两眼之间，为鼻子的根部，在面相学中也称为夫妻座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婚姻运势、祖上基业和中年运。如果男人的山根部位长得低陷不起的话，这种男人大多性格非常的内敛和保守，不喜欢向他人表露自己的真实心声，而且个性非常的偏执，从来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，祖上根基浅薄，缺少贵人相助，中年时事业变动比较大，婚姻方面也容易发生变故，离婚几率非常高。总而言之，对于具有以上特征的男人，我们需要保持警惕，以免在感情的道路上受到伤害。以下这6种特征的男人最专情，遇到别错过。一、方额头。方额头的人通常给人成熟稳重的印象，他们为人真诚，具有强烈的道德感，能够清晰地分辨是非，不会轻易说谎欺骗。他们做事情时有责任心，尤其在感情方面表现出强大的担当，愿意为了家庭和另一半承担责任。对于感情和婚姻，他们非常忠诚，视之为生命中的重要部分，并愿意为之付出一切。他们注重家庭的和谐与稳定，愿意为了保护家庭而努力奋斗。他们通常对家庭成员和朋友都非常关心，乐于提供帮助和支持。在工作和生活中，
他们有着坚定的目标和追求，能够坚持不懈地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。总的来说，方额头的人是可靠、稳重、忠诚的伴侣和朋友，他们的存在为周围的人带来安全感和信任。2. 眉毛下弯，眉毛尾部下弯，收据有事的人通常给人一种说话行动一致的印象。他们清楚自己的内心想法，容易知足，并对所拥有的珍惜。一旦确定了感情关系，他们会坚定地投入，并且愿意为之努力维持和经营，不会轻易动摇或变心。与一些花心的人相比，他们更倾向于对感情忠诚，并且愿意与伴侣共同成长。这种人的原则性很强，很少会被诱惑所动摇。他们做事有始有终，具有很强的责任心。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，他们都会坚定地追求目标，并且不轻言放弃。他们的坚定性和决心常常会为周围的人树立榜样，赢得尊重和信任。总的来说，眉毛尾部下弯，收据有事的人是可靠、稳重、忠诚的伴侣和朋友。他们的一贯性和坚定性使他们在人际关系和事业中取得成功，同时也为他们带来内心的平静和满足。3. 鼻短路孔，鼻短路孔的人可能显得有些粗心大意和孩子气，但他们并不喜欢玩弄心计，他们的言行一致，表里如一，不会在背后耍手段或算计他人。因此，与他们相处时，你所看到的就是他们真实的模样，这让人觉得他们是可以信任的。然而，这种人也有明显的缺点，他们可能缺乏一些心机，容易被他人的花言巧语所蒙蔽，因此可能会成为他人的欺骗对象。此外，他们的财运并不十分理想，可能在挣钱和理财方面存在一些困难和不足。尽管如此，鼻短路孔的人仍然拥有许多优点，如真诚、坦率和可信赖。他们对待人际关系诚挚坦率，不善于伪装和掩饰，这让他们在与他人交往时更加自然和舒适。虽然有时会因为缺乏心机而吃亏，但他们的真诚和善良往往会得到他人的理解和认可。4. 鼻梁正鼻子直，鼻梁挺直、鼻头丰满的人通常是性格坦诚而正直的，他们不喜欢欺骗和虚伪，对待家人和朋友都非常真诚。家庭在他们心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，他们视家庭为生活的港湾和归宿，时刻努力维系家庭的和睦与幸福。对于家人的需求和关怀，他们总是不吝付出，尽心尽力地照顾和关爱每一个家庭成员。这类人对婚姻忠诚，一旦选择了伴侣，就会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婚姻生活中。他们不容易受到外界诱惑的影响，对于任何可能干扰家庭和婚姻的因素都保持警惕和坚决抵制。因此，他们的家庭通常是稳定而幸福的，不轻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，成为彼此相互扶持、共同成长的坚实后盾。嘴巴丰厚，嘴唇丰厚，下唇比上唇厚的人通常被认为性格厚道，他们待人真诚、坦率，不善于隐瞒和欺骗。这样的人在感情中也表现出依赖性，倾向于寻求情感上的支持和依靠。他们渴望建立稳固而亲密的感情关系，希望能够与伴侣分享生活的喜怒哀乐，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困难。此外，牙齿整齐的人通常被认为比较老实守规矩，他们注重自己的形象和社会规范，不喜欢破坏规则或者做出违背道德准则的行为。这种性格特点也会在感情中得到体现，他们倾向于遵循传统的爱情观念和行为准则，对待伴侣诚实守信，维护感情的稳定和健康。因此，嘴唇丰厚、牙齿整齐的人在感情中可能展现出依赖性和守规矩的特点，他们渴望建立稳固、亲密的关系，并愿意为此付出努力和责任。对于他们来说，与伴侣之间的信任和理解至关重要，能够共同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，共同享受幸福的生活。6. 耳朵大，耳朵大且贴脑，耳垂丰厚的人被认为具有富贵命，通常表现出稳重成熟的性格特点。他们在感情方面往往表现得十分稳定，一旦确定了目标或者选择了伴侣，就会坚定不移地坚守自己的选择，不会轻易变动或者动摇。这种稳定性不仅体现在感情上，也同样体现在对待工作和事业上。他们通常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工作，努力奋斗，注重积累经验和提升能力，从而在事业上取得较大的成功和成就。由于耳垂丰厚的人被认为拥有富贵命，因此他们往往在事业上运气较好，比较容易获得成功和财富。他们可能会受到机遇的青睐，能够抓住机会，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目标。同时，由于稳重成熟的性格特点，
他们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，能够保持冷静和坚韧，勇往直前，最终取得成功。总的来说，耳朵大且贴脑、耳垂丰厚的人往往具有稳重成熟、感情稳定以及事业顺利的特点。他们能够在生活和事业中取得较大的成就和满足感。俗话说，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对于女人来说，找个好男人也是一生最重的课题之一。而通过面相，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男人是否用情专一、相由心生。一个人内心性格、善恶、心思都能通过面相看出来。不要总说天下的乌鸦一般黑，糟糕的男人是有很多，但是优秀的、靠谱的男人同样也是有很多的，就要看你有没有眼力劲，找到这个正确的人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人的鼻子下面都会有一条纵而细长，介于鼻子与嘴巴的浅沟，也被我们俗称为人中。在面相当中，人中也是13部位之一。人中的形状不一样，长短深浅都预示着不一样的寓意。我们通过观察一个人的人中，也可以了解一个人的财运、健康、儿女运等。那不同的人中面相运势如何呢？大佬今天来告诉大家。由于人中在男人和女生身上所代表的含义不同，所以大佬分开为大家讲解。1. 男人6种人中面相。1. 男人人中长，运好，身体强。人中部位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、生命力强弱和生育力的高低。如果男人人中身长的话，这种男人一般肾气充足，身体健康状况良好，生命力比较强，做事精力旺盛，一生的运气较好，为长寿之相。而若是男人的人中部位长得短窄的话，这种男人大多身体素质比较差，容易体弱多病，生育力低下，缺乏子孙运，运气也不会太好，晚年孤独而困苦。2. 男人人中长了一粒火疙瘩。如果男人的人中部位长有火疙瘩的话，这种跟身体好坏关系不大，很可能是因为上火所致。但若是长期一直存在，一直消除不掉的话，这种属于肉质，或者是长有黑痣的话，这是一种肾气不足的表现。在夫妻生活关系方面不够和谐，夫妻关系容易产生矛盾，生育能力比较低，为了子女一辈子操心劳神，辛苦不停。3. 男人上狭下宽的人中。如果男人的人中部位长得上窄下宽的话，这种人中相属于典型的幸运之相。长有这种人中的男人一般出身不是很好，从小容易吃很多的苦头，不过也慢慢培养出了坚毅的个性和毅力，做事坚持，性情也比较刚直，做事认真，任劳任怨，敢做敢当，不惧怕失败，往往能够白手起家，年龄越大运气越好，事业发展也会越顺利，能够惠及子孙，晚年大富大贵。4. 男人人中太宽的人。很可惜，命相学上说，如果男人的人中沟绪长得过宽过平的话，大多数的男人皆为如此。这种男人一般个性非常的急躁，性格也比较的暴躁，做事缺乏耐心，为人处事方面缺乏智慧和谋略，行事比较冲动鲁莽，平时总是大大咧咧，做事火急火燎的，容易把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搞砸，人际关系不太好，子孙缘分较浅，与子女关系不太好，晚年很难享到子孙的福气。5. 男人人中有横纹。如果男人的人中长有横纹的话，这种男人大多性格和脾气往往不太好，特别的任性，做事随心所欲，不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，说话没有分寸，特别的伤人。而且人中有横纹也代表着与子女之间的沟通容易出现问题，与子女关系不太好，尤其是给女儿的关系比较僵持，操心不断。这条纹在相学中也称通奸纹，长有此纹的男人婚姻运往往不太好，结婚比较困难，
即使成婚，婚姻也很难幸福。6. 男人人中部位不长胡须。人中不长胡须的话，在相学中也称人中无须。这种人大多自视非常高，容易看不起人，凡事都喜欢亲力亲为，富有正义感，喜欢打抱不平。换个说法说，也特别的爱管闲事，无论做什么都有种精力不济的感觉，很难保持长久的坚持力。遇事总是犹豫不决，缺乏决断，行动力不足，很难一块合作做生意。与父母关系不太好，经常容易惹是生非，让父母操心不断。2. 女人6种人中面相。1. 人中身长宽。如果女人的人中部位长得身长而宽阔清晰的话，代表着肾气充足。这种女人一般身体素质比较好，生育能力比较强。俗话有云，人中长且宽，子女排成班。这种女人往往子女运比较好，而且性格温厚，善于教育子女。子女身体比较健康，而且长大也比较有出息，晚年富贵有福气。2. 人中窄窄一条缝隙。如果女人的人中窄细，看上去就像一条细线和缝隙的话，这是一种明显的肾气不足的体现。身体免疫力比较差，体质偏弱，生育能力比较低，子女缘分淡薄。相书中有云，人中一条线，有子也难见。这种人中的女人容易出现流产等现象，想要孩子的话比较困难。即使有了孩子，孩子的身体健康状况也比较差，智力和身体都不够好，学业运比较差。3. 人中一个小窝。如果女人的人中长得看上去就像一个浅浅的小窝的话，这种人中的女人比上面讲的那种人中如一条细线的人会强一些，身体素质也会好一些，但也只是相比较而言，并不会好太多。俗话说，人中一个窝，有子也不多。这种女人的生育能力也偏低，即使有孩子也不会有太多。4. 人中有痣的女人面相。老话常讲，面无善痣，而人中属于人面部任脉和督脉的交汇之所。如果女人的人中正中间部位长痣的话，代表着生育能力比较差。这种主要分为2种情况，一种是人中浅窄且有痣，这种女人的体质非常差，生育比较困难，而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差，夫妻生活方面不太懂得克制。而另一种情况指的是人中身长且有痣，这种女人的身体素质比较好，生育能力也比较强，不过私生活方面却比较的放纵。5. 人中偏斜处有痣的女人面相。如果一个女人的人中正中间微微偏斜的部位长痣的话，这颗痣对于婚后的生育能力影响不是很大。不过长有这颗痣的女人大多性格方面非常的爽朗和洒脱，为人心胸开阔，为人处事方面比较的大气，不拘小节，不喜欢与人斤斤计较。而这颗痣如果长在人中正中的偏下方部位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内心非常的不安分，对待感情不够专心和专一，婚后生活不太检点，严重者会影响到自身的生育状况。6. 人中偏斜的女人。如果一个女人的人中长得歪斜不正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体质偏寒，而人中歪斜且弯曲的话，这种女性大多属于宫寒比较严重的体质，怀孕起来比较困难。人中偏斜的越严重，代表着身体患上疾患的几率和程度便更深，而且很难治愈，长期饱受病痛方面的折磨。这种女人年轻时对自我比较的放纵，对待男女之事方面也不懂得节制。其实任何的命相学都是供人们参考的，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。现在人们的运势好坏受多种因素的制约，比如一个人的八字命理，一个人居住的屋宅风水，办公环境以及接触的人和事，流年的情况等等。
只有综合分析，才能更准确地了解自身命运。印堂是指两眉之间的距离，在面相中，印堂又称为命宫，也就是代表着一个人命运的关键地方。人们通常观察印堂的形态纹路，就可以看出一个人一生命运的起伏。那不同印堂面相的人命运如何呢？一起和大佬来了解一下吧。一、印堂纹路看命运。一、印堂悬针纹。所谓悬针纹，指的是印堂中间出现一道竖直而深刻的纹路，如针一般直插印堂，又名为斩子剑。拥有此纹的人，个性固执偏激，脾气异常火爆，做事冲动，不顾后果。他们独断专横，企图心极强，尤其体现在事业上。他们不怕失败，凡事决定了就会坚持到底，不到黄河心不死。这种刚直的性格也常常造就了他们获得成功。印堂有悬针纹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都是命硬之人。男人有话克妻克子，女人有的话克夫克子。这类人到了中年，会有破败不测之祸，需要小心化解。如果女人印堂有斩子剑，第一胎是男孩也站不住，大多数都是生女孩。如果说这样的女人真的生了男孩，那她上一世一定中了善因，但最终孩子也不会生活在她的身边，因为斩子剑就是代表儿子远离自己的意思。这种情况下，建议可以佩戴旺子女姻缘的吉祥物，使婚姻幸福美满，促使家庭成员和谐。二、印堂双雀纹。印堂上有两道清晰可见的竖纹，被称为双雀纹，是典型的善纹。有此纹路的朋友，脑组织发达，事业心十分强，思想虽然保守，却十分周到，为人处事上也有条有理，韧劲十足。无论男女，都能取得令人羡慕的成就。有此纹路的男性朋友，性子宁折不弯，总会在无意间得罪一些小人。而有此纹路的女性朋友，经常与老公有矛盾，婚姻状况不是很好，建议在丈夫面前态度要收敛，这样家庭方能幸福。三、印堂川字纹。印堂处有3条竖纹的，称为川字纹。这类人心地善良，有正义感，懂得知恩图报，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地位与声誉。只是得失心较重，易固执己见，时而安详，时而暴躁，并且呼吸系统较弱，做事容易有失偏颇。男人印堂有川字纹，是个富贵之相，这样的人会白手起家，干出一番大事业，但往往婚姻都不顺利，易夫妻不和，中年多灾。女子有川字纹的，性格刚烈，不容易包容别人，婚姻容易出问题，且易招来官司口舌。四、印堂镰刀纹。如果靠左边的眉毛近的有一条竖纹，叫镰刀纹，有这样纹的男人要特别注意，性格刚直，应该改改自己的脾气，否则你会因一时冲动而触犯法律。而且左边还代表父亲，会刑克父亲，所以父亲身体会不好的居多。五、印堂杂纹。印堂有一团乱麻一样的杂纹，这样的人在30岁前后一定要格外注意。在这几年，流年正好走印堂运，不论是投资还是出行，都容易出现变故和灾祸，建议谨慎处事，少变动。不过，如果你印堂有不佳的纹路，也不要着急。一来，过了30岁，印堂的影响就会变小；二来，如果没到30，可以采取一些人为的手段，将纹路减轻或去除，能一定程度上改善运势。六、印堂伤害纹。眉头上方单独出现的纹路被称为伤害纹，又叫牢狱纹。
若在左眉头名为伤害纹，其人易遭受攻击或身体患有风湿类的慢性疾病。如果在右眉头则成为牢狱纹，其人一生必有一次牢狱之灾，拘留也算。7. 印堂悬针生角。悬针纹下面出现枝杈纹路，名为悬针生角，是一种降低悬针纹伤害程度的纹路。虽然同样六亲无靠，但祖德深厚，往往逢凶化吉，转危为安。这种纹路适宜追求一路功名。8. 印堂八字纹。印堂有形似八字的纹路，这种人一辈子活得比较劳碌，即使富得流油，仍旧会为了生活而奔波不已。他们也享受劳碌，一旦闲下来，反而会浑身不舒服。而且印堂处有八字纹的人长寿，善于思考，喜欢钻研学术，但心胸较不开阔，喜欢钻牛角尖，人际关系不佳，一生操劳，难主刑期。9. 弯钩纹。印堂指纹上端出现折角弯钩，是典型的凶纹，其人必定行克父母，事业无成，并且最大特点是性格乖张而极端，必引祸而伤身。10. 印堂井字纹。印堂有井字纹者，高官可达，在企业里往往能独当一面，是领导之才。如是女性，往往是克夫之相。若印堂处有交叉纹的人，男克妻，女克夫，一生劳碌辛苦。11. 印堂仰月纹。仰月纹就是在印堂处长着像一道弯月的纹路，有此纹路的人生来就十分富裕，他们出身的环境好，因此能够从六亲中得到鼎力的支持，事业方面做得风生水起，因此这种纹路的人最不愁没钱花，一生福气满满。2. 其他印堂面相算命。1. 印堂凹陷。面相中认为饱满有肉的印堂是比较好的，印堂是福气聚集的地方，印堂饱满就说明这个人非常有福气。相反，如果人的印堂凹陷，就说明这个人福气不足，好的运气难以聚集，一生中运势都是不怎么顺畅的，多遇到阻碍，运势不稳定，时好时坏，导致他们的情绪也不怎么好，脾气暴躁，命运可以说是比较坎坷的。2. 印堂过窄。印堂过窄的人，说明他们想问题喜欢钻牛角尖，时常会有比较极端的想法，事情难以想开，性格上就会是比较冲动的，情绪不稳定，过于看重自己的利益。这样的人是难以成就大事的，这样的人很难开心起来，总是皱着眉头，更加不会有好的运气降临，一生孤苦贫寒，容易生病。3. 印堂有痣。印堂有痣，这本该是个好的面相，被称为双龙戏珠，但谁知因为这颗痣不是正圆形，或者是正黑色，所以为他们也带来了一些波折。本该属于自己的功名，都成了别人的垫脚石。如果说生活对他们不算公平的话，其实想想，他们也并没有真正关心过别人的感受。如果少年得志是他们的梦想，那么得志以后却只顾自己往上爬，这样的成功恐怕也会引来天怒人怨。4. 印堂有疤。印堂有疤的人事业发展不顺利，职场上的竞争很大，而这类人的竞争意识不高，容易在竞争中选择放弃。对这类人来说，竞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，他们宁愿在职场上做一条咸鱼，靠着职场发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很难的。这类人经常会为了找工作烦恼。5. 印堂不平。印堂不平的人容易招惹小人，这类人喜欢高调过日子，这样的生活状态容易引起别人的关注，但是也容易招惹小人的纠缠。这类人因为小人的纠缠而很难有好的发展，
面对生活的时候，经常会把时间浪费在不值得的人和不值得的事情上面，很难有发展。6. 印堂开阔明亮。印堂位于两眉头中间的位置，又被称之为命宫，而通常的情况下，印堂的位置长得明亮开阔，看起来饱满有肉，则这样的人大多数都是心胸开阔之人，做事有主见，个人的能力比较强，日后一旦取得成功，必定会得到一番极高的发展，而且他们的事业运势发展的会比较高，日后一定能更上一层楼。7. 印堂平整。印堂平整干净，没有恶疤恶痣，也没有什么杂纹，宽度也是刚刚好的人，身体健康，智商情商都比较高，就是性格上也比一般的人要好，而且有此面相的人，工作或者事业都比别人要顺利很多，一生运势较好，收获也是比别人多了好多倍。他们的好运算是自然来，贵人运还很旺盛。8. 印堂饱满。如果一个人的印堂外形饱满，首先象征的是其人头脑聪慧，擅长思考，有着出色的学习能力，是他们眼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聪明人。这类人大都学习成绩优秀，且运势出色，很少会在生活以及工作上遇到麻烦。其次，他们在社交方面也有着不俗的才能，有机会遇到自己命中的贵人。快结合大佬讲的这些，看看你的命运如何吧。当然，项不独论，以上内容不一定完全准确，仅供参考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据说眼睛面相定一生富贵贫贱，眼睛在五官面相当中占有最高的分数，眼睛定人一生命理层次的分数是其他五官的总和。如果面相一共有10分的话，鼻子1分，颧骨1分，额头1分，嘴巴1分，腮骨下巴1分，而眼睛独占5分，可见眼睛对于人生的重要性。命理师总结，古人看眼睛吉象有以下：1. 定而出，当眼神漫无目标，游离在虚空中，我们称之为路。这种状态下，思维常常缺乏集中，行事缺乏决断，容易让人显得犹豫不决。相反，当眼神聚焦，目光锐利，从内心深处射出时，便是定而出。这样的眼相通常显示出主动、果断、聪慧的特质，往往拥有卓越的领导能力和智慧。然而，若眼神外露过于频繁，即使有着聪慧和智慧，也可能因为行事不慎而难以取得成功。过多的白眼人则被认为是凶灾的象征，可能会带来不幸和灾难。因此，从眼睛所传递的信息中，我们可以窥见一个人的性格、智慧以及命运走向。眼睛的力量常常超出我们想象，影响着一个人的生活和命运。2. 出而入，有神的眼睛给人一种深沉、信任和温暖的感觉。这种眼相所展现出的巨能和温暖，不仅能让人感受到一种亲近，同时也带来一份威严。然而，若眼神过于威严，甚至带有恐惧感，便会给人留下不愉快的印象，使其难以获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。眼睛的表情和神态，既能展现出一种关怀和慈爱，也能显露出自私和苛刻。当眼神炯炯有神，却充满着关爱和温暖时，这样的人往往命运光明、幸福安康，并能够培育出孝顺贤良的后代。而当眼神锐利、目光苛刻、只顾自身利益，甚至带有冷酷的态度时，这样的人往往会遭遇重重困难和挫折，并且可能会招致不孝后代的困扰。3. 上下不白。白眼珠的数量在相面学中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指标，过多的白眼可能会引发不吉的预兆，若过多，甚至出现3白眼或4白眼的情况，往往意味着婚姻不顺，易受他人排斥和抛弃。即使眼型秀长，也可能因此为恶相，预示着不祥的命运。对于下3白眼的人来说，事业常常会遭受挫折和失败，面对小人的暗算和纷争不断，甚至可能卷入官司纠纷之中。而上3白眼的人，则往往心怀仁慈不足，行事多出于私心，性情暴躁，导致一生多灾多难，且可能面临孝道不周的问题。对于白眼珠的解读，提醒人们要警惕自身的性格和行为，保持善良、宽容的心态，以免招致不利的命运和困难。同时，
也提醒人们在面对婚姻、事业等重要选择时谨慎行事，避免因自身特征而带来的不顺和挑战。4是久不脱，眼睛越看越有神者为是久不脱。若初看有神，再看极无神者谓之脱。眼神脱的人做事没有恒心，容易半途而废，很难成就一番事业；而眼神总是有力，并且没有失神的时候，这样的人一生做事坚韧，有恒心与耐久力。而眼神不时散脱的人，心都不知道飞哪里去了，那么一生做事没有计划，或者过于多忧多虑，算计过多，这样的人一生注定不成功。5遇变不昧，泰山崩于眼前时面不变色，遇到凶险时不害怕，眼神不改变者为遇变不昧。这类人乃大气之才人也，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能从容面对，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，这样人才是能够成就大事业的人。相学中认为，以上眼睛7点吉象全具备为凤眼，主一生富贵双显而长寿。6秀而正，眼尾不下垂，眼型漂亮的为秀。正即是眼珠黑亮，不要一大一小，或眼珠不在眼睛中央。如果眼睛秀而不正者，主才智偏邪自用；若眼睛正而不秀的人，则缺少智慧，为人正直缺少智慧。眼神正直的人一生福慧多，眼神凶恶的人一生多有暴力，眼神散乱的人一生碌碌无为，眼神温和的人一生儿女聪慧。7细而长，眼睛细长的人聪明有智慧，受人尊重有贵气。眼睛太大或太圆，其他相里小者，如脸太小或嘴太小者，主不聚财，是非较多，且容易遭遇横祸。眼睛外形细而长的人思考力足，善于精打细算，精于人情世故，做事老练。当然，以上论述要遵循相不独论，因为在实际相面的时候，还需参照其他五官部位以及身材体型、气色、声音、气势、格局等，只有综合参照分析，才能准确判断和预知未来。眼睛是面相学最重要的，但却是最难以把握的，需要充足的面相知识与丰富的社会阅历，才能真正区分面相。8伏羲眼，伏羲眼是一种面相特征，其特点是眼睛大、长且圆，眼睛的瞳孔部分又大又亮，犹如图上的1.7，通常是内双眼皮，整只眼睛散发出强大的神采。拥有伏羲眼的人通常性格仁慈，智商较高，心胸开阔，具有领导他人的潜质。这种面相的人往往具有优秀的领导能力，他们能够以仁慈的心态来引导他人，智慧和宽容让他们成为人们心中的楷模。由于其心性善良、智慧过人，以及具备领导他人的能力，他们往往在生活中能够取得富贵和成功，享有长寿的福报。因此，相面学认为，拥有伏羲眼的人具有福禄寿3全的面相特征，预示着他们在一生中将会拥有较为美好的命运和丰盛的财富。9鹿眼，鹿眼是一种面相特征，其特点是双眼皮，眼睛的瞳孔清澈见底，眼神强而不露。拥有鹿眼的人性格通常十分坚毅，表现出强烈的自信和决心，但同时也非常重视情义，待人诚挚，人际关系良好。这种面相的人在事业上往往能够得到他人的帮助和支持，凭借自己的坚韧不拔和勤奋努力，取得了不俗的成就。他们对待工作认真负责，不畏艰难，能够克服各种困难，取得事业上的成功。相面学认为，拥有鹿眼的人一生中有望拥有富贵的命运。他们的坚定意志和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，使得他们在事业和财富上能够有所斩获，享受一生中的丰盛和富足。10牛眼，牛眼是一种面相特征，其主要特点是眼睛大而圆，眼皮为内双。具有牛眼的人通常眨眼频率较低，眼睛却显得十分有神。他们性格温和憨厚，往往表现出与牛一样的稳重和踏实。这种眼相的人在事业方面往往能够获得富足，不过他们并不追求权势和地位，更注重实实在在的财富积累。他们脚踏实地，勤勉努力，不怕辛苦，因此在事业上往往能够顺利前行，少有波折。即使在岁月的长河中，他们也能够一路平顺，享受着福寿双全的生活。相面学认为，拥有牛眼的人注定会拥有富足的命运，他们的勤劳和稳重会为他们的人生道路增添不少光彩，带来一生的安宁与幸福。11缺眼，缺眼是一种内双眼的特征，通常眼睛整体形状较为细长，
眼尾部分向上扬起，黑白分明，充满着炯炯有神的气息。拥有雀眼的人性格通常端正忠良，注重自己的名誉声望，为人正直，处事稳健。这种眼相的女性往往具有小鸟依人的魅力，讨人喜欢。她们的温柔体贴和优雅举止往往能够吸引异性的注意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而男性则通常能够在年轻时就取得不俗的成就，事业发展平顺，很可能在一生中取得不错的富贵。相面学认为，雀眼的特征象征着人生的顺利和成功。这种眼相的人往往能够因为自己的优秀品质和稳健作风，在事业和生活中取得令人羡慕的成就，享受着名利双收的幸福生活。古人认为，眼睛有一分神，命中就有一分一路；有10分神就有10分一路。反之，眼睛有1分病，命中就有1分凶；有10分病就有10分凶。可见眼睛对于人生的重要性。眼睛是一个人心神的外现，眼睛是人类智慧的集结点。诗人顾城说过：“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。”人的眼睛能够让人看见万紫千红，大千世界固然是特别重要的，但是相比眼睛，人的心灵还要更加重要。因为只要一个人的心中充满了希望和光明的话，那即使他的眼前一片黑暗，他所看见的也依旧是特别美好的东西。很喜欢这样一句话：身处黑暗，心向光明。最能够给我们带来希望和光明的，不是太阳，也不是别人，而是我们自己，因为我们便是自己的希望和光明。愿你我眼中有光，心中有亮，生活有希望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